小包总，怎么了？怎么样了？这边。安迪啊，来，你过来，我们三个把这个后续问题商量一下吧。你还想干什么？我想就今天的事情啊，我们三个统一一下口径，免得这事情传出去之后传歪了，对安迪的名声不好。我没想了。好，那既然你那么想的话，安迪，你留在这儿啊。来，我们把这正事谈一谈。过来。我妈现在还在抢救，能不能醒，什么时候能醒还不知道。您选择在这个时候封锁财务、整顿集团，您生病的时候我妈怎么照顾你的？咱能不能讲点良心啊？我以为咱们俩有默契啊，要不然你也不可能要把你妈送出国治疗。要架空你妈，现在是最好时机。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后悔的事儿。你明知道我妈心脏有毛病，你还故意刺激她。我妈要是有生三长两短的，咱俩谁也别想好过。儿子，你跟我，咱们俩没有矛盾的。这次我原本只是想借安迪这个事情，对你妈施压，把这个财务权给夺回来。但我没想到你妈突然犯病，发生意外，那刚好，我就趁这个事整顿一下公司，把你妈安排在公司的那些人跟势力，我全部罢黜。那之后呢，我会把公司所有的财产转到你的名下，由你自己去打拼。啊，我只拿走1亿人民币和2栋房子，我去过我自己清静自由的日子。你想过清静的日子啊？事儿搞这么大，你想撇清楚了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咱俩谁也别想好过。随便你，你想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啊，所有事情后果我都想清楚了。老三，哎，包总，冻结公司银行账户，只进不出，具体转移事宜得算清楚之后再做操作。包总，包总啊，包总，包总，包总啊！
病人本来心脏就不好，受到了强烈刺激以后，血管破裂引发了脑溢血，所以才会陷入深度的昏迷。不过，像他这种情况，没办法进行外科手术，只能采取保守治疗。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不好说呀。现在血液直接压迫脑组织，导致周围产生水肿，要看水肿消退之后的情况。要是恢复得好呢，病人很快就会醒过来，但也可能会有偏瘫、失语等后遗症。最糟糕的情况是植物人。会诊结果已经出来了。我妈本来就有心脏病，再加上这么一刺激，引发了脑溢血，大脑受损，所以才会一直昏迷。医生说了，一切皆有可能，可能会醒过来，也可能醒不过来。真的对不起。这件事只是偶然，我爸才是决定因素。那你爸呢？你爸怎么样？能怎么样？我妈的人肯定不会放过他，正跟他对峙呢，乱七八糟。可是你爸打着把资产转移给你的名号，把所有的银行账号都冻结了，钱只进不出。你妈那边的亲戚根本拿不到钱，他们还有精力跟你爸闹吗？我爸只是明面上说，把所有的资产转移给我了，实际上他是想挟制我妈的人，他恨不得把每个人都换成他的人。这下好了，我们家热闹了，认识的不认识的都等着看笑话呢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。不用劝。说真的，我挺怀念上高中以前的日子。家里虽然没那么多钱，可是一家人也算是其乐融融。我爸妈总归是一条心。可是现在，要不要我过去陪你？我可以请假。千万别！我怕我爸拖着你下水。我说过，我不让别人插手我的事情，我也不会插手别人的事情。这小时候啊，总觉得别人对我好就是最可贵的，可现在才知道，立场明确且坚定才是最可贵的。我就是心太软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早就撺掇他们两派窝里斗，我正好坐收渔利。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我爸拿我们的事做法子来对付我妈，我得替我妈讨回这公道。所以你要跟你爸作对？他不是打着我的旗号做事吗？正好我成全他，把那些魑魅魍魉全都赶出去，全盘接收包氏集团。有什么我能做的，你尽管说话。别的不用，陪我再说会儿话，笨得慌。来啦！没事，我马上打完啊。Stop！ 哎呀！怎么生气啦？上次你明明说要把包氏传给包子，可为什么要授意下属故意刁难他？您别不承认，你要真想传位给他，不会是这种态度。包一凡现在怎么样？很颓。这就对了啊！那我说退出公司经营，把这个家业交给他，那是我的真心话，我发誓。但这份家业呢，它不是一栋房子、一辆车子，它是一个企业。
包一凡，他能掌控得了吗？你自己也看到了，他要想掌控的话，还得花上一段时间，好好磨练磨练。所以我今天来，想跟你谈谈。你想插手我们的家务事啊？正因为我不想插手你的家务事，我才要跟你谈判。那些人根本就不是就事论事，而是存心无理取闹。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，是因为他们知道包子在这个位子上是暂时的，这只是你以退为进的一步棋。承认包子的权威，那就是站错队，对吗？不对，我对包一凡，我怎么会有阴谋呢？我之所以一时无法撤出公司，那是因为我为了要清扫他妈妈在公司布下的那些人跟势力。这些人你要是不除掉的话，那包氏企业它永远只是个家族企业。包一凡想要实现他的理想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您知道，知子莫若父啊！包一凡是个有野心的人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啊，那我也没办法。自从他妈出事之后，我打了几个电话给他，他都不接。你说他怀疑我什么？啊？那我是他老子呀，我赚的钱到最后不是都是他的吗？他怀疑我什么啊？现在只有我们父子联合才能更强大，这是白痴都懂的道理，对吧？那小子不懂。我相信您不会说假话，但是我也知道，像您这样的人是不习惯承认错误的。包子的妈妈也一样。你们两个打着爱他的旗号，互相争斗，可你们真的有考虑过包子的感受吗？你很犀利啊，我不管你怎么想我，包一凡怎么恨我，这包氏我还是会掌控一段时间。你如果看不下去，不忍心看到包一凡那么狼狈的样子，可以呀，你可以到包氏来帮手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他如果能掌控，我就把包氏的大权拱手让出。包氏我抛开不管。但是我必须知道，要怎么样才能让你退让，不再折磨包子？是不是需要搬出魏国强？真的假的？我真没想到，我原本还以为是那傻小子一厢情愿的。我没想到你，好，你先回去吧，啊，先别跟旁人谈这事儿，更不用惊动魏先生。公司那边。我会告诉我自己人，暂且先停住。一言为定。成交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包一凡想要接手，得有那个能耐。挺嗨的啊！爽多了。
我这腿都软了。是啊，好久没这么闹了。看见下边那些人了吗？哎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就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连累大家。我的错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说什么呢？你，咱们当中你最有才。对呀，对，就是。你看他那样来了。哎，演得不错。来，车呢？我车在右边。好嘞，出门最右，路上小心点。哎，红哥，干嘛去啊？看你右边。恭喜你啊！刚才唱的特别好听。跟我走。凡凡，不是我不想支持你啊，光我支持你没用啊！你妈现在一倒，你爸就是公司最大的股东，你怎么跟他斗啊？是啊，凡凡，你妈一辈子都想把房产抓到手里，抓住了吗？凡凡，我说句难听的，你妈要是醒过来还好，要醒不过来呢？一定要想清楚，我们能斗得过他们吗？现在不管你怎么想，你都要忍一忍。我刚去找了你爸，我跟他说，既然已经放权，就不要试图垂帘听政。我甚至搬出魏国强来威胁他。我已经无地自容了，你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做。我明明知道是我爸故意把我妈害成这样的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。原来跟着我妈的人，都以为我妈这一辈子都醒不过来了。为了讨好我爸，拼命的和我作对。我也知道，这全都是我爸安排的。他想一步一步地剥夺我的权利，瓦解我在公司的权威。哼，你知道我这心里头有多窝囊吗？你不窝囊，因为你在担心你妈的时候，他在布局，才让你这么被动。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我是不是应该好好琢磨琢磨，明天应该怎么办呢？今天只是临时的暂停，明天才会针锋相对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包子，我认为你没必要这样，你根本不需要跟他们鱼死网破，你可以把你现有的都给他们，另起炉灶，反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凭什么呀？你是说让我主动退出是吗？不是退出，是以退为进。
你离开包氏，外面有更广阔的天空，你有你的经验、人脉、资金的事情你不用愁。我相信3年之后，你一定会有你自己的事业。到那个时候，他手上的包氏无人接手，发愁的人应该是他。我绝不退出，绝不。我刚才说了，大不了鱼死网破嘛。他心疼什么，我折腾什么。安妮，对于我来讲，那是一个家，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，就跟树扎根在土里一样。你可以远远地避开魏国强，但是我不行，我不甘心。可是你反过来想，包氏本来就是他一手打下来的，那些老臣听他的不听你的很正常。他一手打下来的，那是我妈和他一手打拼下来的。我妈现在躺在医院里边，他连看一眼他都没看，就当我妈不存在了。就算我妈醒不过来，这份家产也有我妈的一半。包子，你冷静一点，你这样折腾下去，不光伤的是包氏，也降低了你自己的品格。我不在乎，我只有让他不断的亏损，让他感知到割肉般的疼痛，他才能有所收敛啊。可你这不是一个商业行为，而且你不能把你的所有的不满、自责，通通折射到你爸爸身上。我不能让你成为他那样的一个人，你也不想你妈醒来的时候，包氏一片狼藉。我不希望你将来为你自己做的事情而感到后悔。我们一定还会有别的办法。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下。鲍一凡，来。好点了吗？好很多。安迪，你不明白，这些天我天天和各色人等打交道，我才知道我妈有多么不容易。她明明知道我爸在外边和其他女人有纠缠，她之所以不离婚，就是为了保住我的这份家产。她完全可以置身事外，没有必要跟之前那样费尽心机，找各种人来妒忌。我承认，
我不应该答应我爸，和他一起把我妈架空，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有恃无恐。也就是说，是我亲手把刀子递到我爸爸手上，把我妈逼到这步田地。别这么自责。其实递刀子的人应该是我，跟你没关系。跟你没关系。可我必须要把包氏得到手。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好累。好累就什么都不要想了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跟你一起面对。但是我真的不希望你因为包氏去做那些疯狂的事情。